1989年的夏天，香港新界北区还没有那么多高楼，喜秀花园那一带大多是些上了年头的老式楼宇，外墙的瓷砖被潮湿的海风吹得斑斑驳驳，楼下的铁闸锈迹一层叠一层。曹永记茶餐厅就开在喜秀花园对面的街角，老板姓陈，叫陈伯天，57岁，从13岁进厨房打杂算起，在这一行摸爬滚打了40多年，店里的伙计都叫他天叔。天叔这个人身材精瘦，两鬓灰白，嗓门极大，骂起人来半条街都听得见，但手底下的活一点不含糊。这间茶餐厅不大，统共7、8张圆桌加一排卡座，墙上贴着发黄的菜牌，叉烧饭8文干炒牛河，15文冻奶茶，5文地面铺着白绿相间的马赛克砖，被几十年的客人的鞋底磨得没了。棱角油光水滑的后厨的抽油烟机轰轰地响了一整天。到了晚上打烊之后，整间店才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冰箱的嗡鸣声。天叔有个习惯，每天打烊后亲自清点一天的账目。1989年7月14日的那个晚上和往常没什么两样，伙计送人头，大家叫他阿头，把最后一张桌子抹干净，拖了地，把厨余垃圾拎到后巷倒了，然后换了身衣服准备走。天叔，我走了啊。天叔没抬头，只嗯了一声。他正坐在柜台后面，把收银机里的钱一沓一沓拿出来，在台面上码得整整齐齐。阿头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。天叔，今天下午那个电话的事，您不觉得奇怪？天叔这才抬起头，哪个电话？就是那个叫外卖的，说4份叉烧饭加蛋，声音闷闷的，听着有点发毛。发什么毛？天叔把一叠10文钞啪的拍在桌上，街坊叫外卖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钱呢？送去了没有？送了，送了一大袋子外卖过去，那人也没给小费，那就行了。走走走，别在这里碍眼。阿头撇撇嘴走了。天叔把零钱一张一张捋平，忽然觉得手指触感不对，他低头一看，一沓钞票里夹着一张黄色的纸，不止一张。他拨开上面的10文钞，底下3张全是黄色的，印着银色稀薄的纸冥币，一张面额写着1000万元，上面印着巨大的玉皇大帝，向天叔心里咯噔一下。他当了40多年茶餐厅老板，什么稀奇事没见过，偷钱的、吃霸王餐的、酒后在店里打架的都遇到过，但收银机里翻出冥币，这是头一回。他把所有钱重新数了一遍，总共843文港币，夹着4张冥币，4张。天叔脑海里猛地想起阿头说的话，4份叉烧饭加蛋。他赶紧抓起柜台上的电话机，拨了那个下午阿头抄下来的外卖地址。电话嘟嘟嘟响了很久，没人接。他又翻出黄页，查了那个号码的登记地址，号码是新登记不久的地址栏，写着喜秀花园 C 座19楼。一是天叔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决定明天再说。他把那4张冥币抽出来，单独压在柜台抽屉的最底层，用一叠旧报纸盖住这件事。他没告诉任何人。那天晚上，天叔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站在一栋黑漆漆的大楼前，楼里没有一盏灯，风呼呼地从楼道的深处吹出来。他听见有人在叫他，声音像是隔着好几堵墙，闷闷的、含含糊糊的。天叔，叉烧饭好饿啊！他猛地醒了，后背全是冷汗。第二天早上，阿头来上班的时候，发现天叔一脸憔悴，眼下一片乌青。他刚想问天叔，先开了口：阿头，昨天那个外卖地址，你还记得具体怎么走吗？记得啊，喜秀花园 C 座19楼1室。怎么了，天叔？天叔从柜台抽屉里取出那4张冥币，啪的拍在桌上。阿涛一看，脸刷地白了。这是昨天从那袋钱里翻出来的4张，你送的4份叉烧饭的钱里混着这4张纸。阿头的嘴唇哆嗦了一下。天叔，我发誓送餐的时候，那个客人给我的明明是港币，我亲眼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10文一张递给我的。你看清那个客人的样子没有？阿头仔细回忆了一下，昨天下午2点多，他拎着4份外卖骑单车赶到喜秀花园 C 座那栋楼，电梯坏了。他爬了19层楼梯，到1室门口时，整个人快累瘫了。他敲了门，里面传来一个声音：放门口就行。先生，一共32文。门开了一条缝，一只手从缝里伸出来，
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石纹纸币，那只手很白，白得不正常。阿头当时心里还嘀咕了一句：这人也太白了吧，但他没多想，收了钱，把外卖袋子挂在门把手上就走了。我没看到他的脸。阿头说门只开了一条缝，他就伸了一只手出来，手特别白，指甲有点长。灰灰的天书皱起眉头，沉默了好一会儿。你再去一趟。他说啊，再去一趟，把那4张冥币还给他，告诉他下次不要搞这种恶作剧。天书，我不去，那地方邪门，20文跑腿费。阿头咬了咬牙，最终还是把4张冥币揣进口袋，骑上单车去了喜秀花园。这一回坐电梯修好了，阿头进了电梯，按了19楼，电梯吱吱呀呀的往上爬，每一层的指示灯慢悠悠的跳着。到15楼的时候，电梯忽然抖了一下，灯闪了闪，又恢复正常。阿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盯19楼到了走廊里的声控，灯坏了，只有楼道尽头窗户透进来一点惨淡的白天的光。阿头找到1室的门，抬手敲了敲，咚咚咚，没人应。他又敲了3下，比刚才更用力。有人吗？我是曹永记的伙计，昨天送外卖的天书让我来退点东西，还是没人应。阿头试着拧了一下门把手，咔嚓一声，门开了，门没有锁。一股奇怪的气味从门缝里飘出来，甜腻腻的，带点酸腐。阿头后脖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。他站在门口喊了2声，里面始终没有回应。他应该转身就走的，但他没有。20年后接受东周刊采访时，宋人头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个决定。他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房间很暗。阿头摸到墙上的开关，按了2下，灯没亮。他用打火机照了一下，客厅的陈设很简单，沙发、茶几、电视柜，茶几上还放着昨天他送来的外卖袋子，4盒叉烧饭加蛋，原封未动，没有拆封。阿头愣住了，他继续往里面走，打火机的光太弱了，他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走廊，两侧有几扇门，走廊尽头的门扮演着那股甜腻腻的气味，就是从那里涌出来的。他推开那扇门，打火机的光照亮了一瞬间，他看见4个人围坐在一张麻将桌旁，桌上散着麻将牌，每个人面前码着筹码，他们维持着打麻将的姿势，4个人手都放在桌面上，像是一局正在进行中，但他们一动不动。他们的脸色是青灰色的，嘴唇是紫黑色的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像是凝固在了某个瞬间。有个人的嘴里流出一条暗红色的线，已经干涸，从嘴角一直延伸到下巴，滴在衬衫领口上。打火机灭了，阿头尖叫着冲出了那间屋子。新界北重案组接到报案后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，带队的是警署刑事侦缉处的督察黄国栋，42岁，干刑侦18年了，见过无数尸体，跳楼的、溺水的、被乱刀砍死的，但从没见过这样的4名死者，3男1女，年龄均在30至40岁之间。他们坐在一张自动麻将桌的四周，手维持着摸牌出牌的姿势。法医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大约在6天到7天前，尸体已经呈现明显的腐败迹象，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尸臭。但奇怪的是，没有任何人报警称家人失踪。这4个人中，据后来的调查，无一人与外界保持密切的日常联系，也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已经消失了整整1个星期。更诡异的东西，在麻将桌上桌面的正中央放着一把钥匙，那不是普通的门钥匙，而是一把老式的铜钥匙，长满了绿色的铜锈。还有一部电话机，一部老式的转盘电话机，听筒搁在一旁，似乎有人用它打过电话。法医检查后确认4人的死亡源因为一氧化碳中毒烧炭。黄国栋蹲在走廊里，看着鉴证科的人一箱一箱往外搬物证。他点上烟，深吸了一口，4个人一起烧炭打麻将，打着打着把炭盆端出来了。现场没有发现炭盆，法医助理推了推眼镜，不过我们在厨房的灶台里发现了大量炭灰，很可能是他们用厨房的炭炉烧炭，然后关闭了所有门窗。4个人没有一个想出去。法医助理没有回答，让黄国栋最在意的不是死因，而是那部电话机。
他把从曹永记调来的通话记录和电话局的记录并排放在桌上一对比。1989年7月14日下午2点08分，喜秀花园 C 座19楼1室的号码拨出了一通电话，通话时长1分12秒，而法医给出的死亡时间最早不超过7月11日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人在死后的第3天用家里的电话打了一通外卖订单。黄国栋拿着那份通话记录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，他让手下把曹永记的老板天书和伙计宋人头带到警署问话。阿头把那天送外卖的经过原本讲了一遍，天书则把那4张冥币交了上去。这真是我亲眼看着他递给我的，不是冥币，是港币。我收的时候明明是真的钱，怎么阿头的声音越来越小？黄国栋盯着那4张冥币，心中忽然涌上一个念头，他拿起电话拨了喜秀花园 C 座19楼1室的号码，嘟嘟嘟，电话居然通了，响了7声之后，那头咔嗒一声，有人接了。黄国栋没有说话，听筒里传来一阵非常微弱的呼吸声，忽长忽短，像是有人贴在话筒上，一张嘴缓缓的吸气。然后他听见了一个声音，那个声音像是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，闷闷的，含糊的，像是嘴里含着什么东西，叉烧饭加蛋送过来。黄国栋啪的挂了电话，他的后背全是冷汗，消息不知道怎么就走漏了。第二天，东方日报的娱乐版用了一个小豆腐块的位置登了这件事，标题写的是新界北茶餐厅灵异外卖，死亡7日竟会叫餐。然后是苹果日报跟进，警方证实某茶餐厅接死者致电外卖4排有烧炭7日阴魂不散。再后来是全港的媒体都涌到了新界北曹永记门口，挤满了记者和围观群众。天书烦不胜烦，干脆贴了一张告示，本店不做记者生意，问东问西者一律轰走。但生意还是受了影响，附近的街坊有的说天书的茶餐厅不干净，有的说天书得罪了什么东西。天书气得在店里骂了3天娘，但他始终没有把那部电话里的号码注销。黄国栋也没能放下这件事，他把案子的所有资料调出来，反复看了无数遍，发现一个他之前忽略的细节，在4名死者的指纹采集记录中，有一个人始终无法核对身份。法医报告上说，4具尸体中共提取了完整的指纹样本，3份与死者的身份记录吻合，但第4份，那一枚清晰地留在电话机转盘上的指纹，不属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也不是警察的，也不是法医的，也不是天书或阿头的，这是一枚来历不明的指纹。黄国栋把这份样本送到了政府化验所，结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，指纹的纹路非常清晰，是活人刚按上去的，不存在腐败或脱落的特征。也就是说，在7月14日那天，确实有人，一个活人，用那部电话拨了曹永记的号码，但这4个人早在3天前就死了。那么接电话的又是谁？这件事之后，阿头辞了工，说什么也不肯在曹永记干了。天书没拦他，多发了1个月的工钱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保重阿头去了观塘一家酒楼做楼面，干了1年多，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。他不再去想那天的事，也不跟任何人提起。有同事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新界北茶餐厅灵异事件的旧闻，跑来问他，他摆摆手说不知道，转身就走。直到1991年3月，那天晚上，阿头下班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一条小巷子，巷子里黑漆漆的，只有一盏忽明忽暗的路灯。他正走着，忽然闻到一股味道，甜腻腻的，带点酸腐，他的脚步僵住了。他慢慢转过头，看向巷子深处，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。那人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衣服，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但他认出了那只手，白得不像话，指甲长长的，灰扑扑的那只手朝他招了招。阿头拔腿就跑，跑出巷口，拦了一辆的士，一路不敢回头。第二天，他给天书打了一个电话，天书，我看见那个人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阿头，天书的声音很平静，那间屋子我后来去看过，你说什么？去年你走了以后，我一个人去过喜秀花园 C 座19楼，1室门锁着，我没钥匙，
但我带了那把铜钥匙。什么铜钥匙？就是麻将桌上那把黄色走后，案子结了，物证都封存了，但他们漏了一样东西，那把钥匙还在我这里。天书说，他用那把铜钥匙插进了衣室的锁孔，严丝合缝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，屋里已经空了，家具被搬走了，窗帘被拆掉了，连麻将桌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地的灰尘和2张被遗忘在墙角的小广告单。但他发现了一件事，客厅的墙上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，歪歪扭扭的，像是小孩子写的，又像是有人用尽最后的力气写的。还有一个人。1992年的秋天，天书决定把曹永记关了。店门口贴了停业告示的那天，街坊四邻都来送他。一个老街坊端着杯奶茶说，天书其实不关那件事，您这店还能做下去的。天书笑了，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，做了一辈子叉烧饭，够了，该歇了。他收拾柜台的时候，在抽屉的最底层又看到了那4张冥币，他拿起来翻过来看了看，准备丢进垃圾桶，但他没有。他翻到其中一张的背面，发现了一行小小的几乎看不出来的铅笔字。他凑近了看，那行字被银色的锡箔遮住了大半，只露出几个笔画。他用指甲轻轻刮开锡箔，终于看清楚了整行字。那是一个地址，不是喜秀花园，而是香港岛那边的一个老地址，湾仔船街南固台。天书站在空荡荡的店里，手里攥着那张冥币，耳边的风扇嗡嗡地转着，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低声说话。他把那张冥币装进口袋，把另外3张烧了，纸灰在风中打着旋儿，升到半空中散开，像3团灰色的蝴蝶，飞向新界北灰蒙蒙的天空。3天后，天书坐上了去湾仔的电车。没有人知道他那天在南固台看见了什么。他回来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，高烧不退，在病床上迷迷糊糊地说着胡话。护工说他听到天书反反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，还有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。1993年春节刚过，陈伯天在新界北的家中去世，61岁，死因是心力衰竭。临终前，他紧紧抓着他儿子的手，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那把钥匙烧给我。他的儿子照做了那把长了绿锈的铜钥匙，和天书一起化成了灰。2009年，一个叫百花街表哥的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，标题是香港新界北茶餐厅灵异事件。一个老警察讲的故事帖子在一夜之间被转发了几万次，人们疯狂地讨论着这个故事。有人说这是真的，他的姑婆就住在喜秀花园。有人说这是编的，根本无从考证。争论持续了很多年，但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承认的，那间曹永记茶餐厅至今还在新界北的街角。不过他早就改了名字，现在叫永发茶餐厅，换了老板，重新装修过。店里的马赛克地砖也换成了新式的防滑砖，菜单上也还有叉烧饭，只是老板从来不肯把叉烧饭加蛋写在菜单上。你要是问他为什么，他就笑着摆摆手，哎呀，一个老规矩啦，不做这个搭配。你若是再追问，他就什么都不说了。